Hello， 你好，我是 BB。我常常在我的频道里面分享很多用吸引力法则或是显化法则显化成功的案例，还有一些显化的小技巧。有很多观众都已经成功显化他们想要的东西了，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观众觉得还没有显化成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你显化失败的原因哦。第一个显化失败的原因就是你一直抱怨为什么还没成功。如果你常常都在想说，为什么我的显化还没到呢？为什么他都没有呢？为什么他还不打电话给我呢？如果你常常这样想的话，很抱歉，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想法，就让显化越来越慢了。其实呢，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成真哦。当你觉得你的显化还没来的时候，你又再一次确认它还没来了，于是还没有来的这个能量就越来越重了，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慢来哦。所以大家在显化的时候要多一点点耐心哦。依照我看一些网络上的案例啊，还有观众分享的例子啊，其实有很多显化都是会超过1个月才发生的。我自己的经验也是，一些比较常显化的东西会蛮快的，像是我曾经显化过让别人请我去看电影，基本上1天就达成了。但是也有很多愿望是隔了1-2个月之后才达成的。我第一次显化 iPad 的时候也花了2个月哦。我觉得只要常常练习显化，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哦。好，下一个你显化失败的原因就是你不相信会成功。这跟你一直在抱怨其实也有点像啦，你不相信会实现，但是你又硬要下这个订单。建议大家还是从你可以相信的订单开始下手哦。再来这一个你显化失败的原因就是还没有成功就到处宣扬，还没成功你就会跟别人讲说，我预计要显化什么什么什么，看我的吧，这样之类的。也许在讲的当下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好像很懂显化，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他们听到这些只会翻白眼而已，或是泼你冷水，你就会很受伤啊。你可能信念又被他们打击了，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显化成功，或者是你就会开始着急了，因为想说我已经讲了，那如果我没成功怎么办呢？就很丢脸啊，你就会很着急，然后你就会开始抱怨为什么还没成功，就回到刚才那一点了。我自己在显化是真的不喜欢告诉别人的，而且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It Works 里面也讲不要告诉别人你在显化什么愿望哦。其实这概念呢有点像是怀孕，你知道吗？一般人通常在怀孕3个月内是不会告诉别人的，因为那个时候胎儿其实是蛮脆弱的，也怕会不小心流掉，但是更害怕的是被一些负能量攻击。你的每一个愿望啊也都像是一个小 baby 哦，当你下了宇宙订单，那个 baby 就开始孵化了，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它，才能让它长大成人。这也很像是我们在种东西啊，你把种子埋到土里面的时候，你不会去把它挖出来看，说它到底发芽了没。所以在发芽的时候，它是在阴暗的环境，等到过一阵子，它才会冒出头来，让你看见。总之，希望大家在下宇宙订单的时候，都不要告诉别人，自己要保密哦。再来这个原因就是你不听从你的直觉或灵感。如果你平常没有习惯听自己的灵感，或者是跟随自己的内心的话，你很容易就会忽略掉你的灵感。我们在下宇宙订单之后啊，有很多时候会有些灵感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行动，才会离我们的愿望越来越近。这时候一定要好好听从你的灵感。在人生游戏的赢家法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女生，她本来是住在像纽约这样子的大城市，但是呢，她有一阵子就找不到工作，她快要没钱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作者就问她说，你现在内心里面有什么灵感或直觉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吗？那个女生就说，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回家乡，可是我的家乡非常的偏僻，那边工作机会很少，纽约工作机会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回家乡呢？作者就建议她一定要听从自己的灵感，于是这个女生就决定搬离纽约，打包行李回到家乡去。结果没想到在家乡的时候，她就遇到一个亲戚，那个亲戚有一些很成功的事业，而且需要帮手，所以她就去帮这个亲戚工作了，就这样顺利找到工作了。如果她是留在纽约的话，可能真的找不到工作了。所以听从自己的灵感真的很重要哦。下一个显化失败的原因就是你对于你想要的东西又爱又恨，你并不是真正想要它，你可能只是出于不甘心或是想报复的心态，所以才想要它。好，这样讲可能有点太负面了，其实这个是针对
有很多人想要显化他们的前任嘛，他们可能那时候被甩了，被分手了，想要跟前任复合，可是他们的心态是因为我被甩了，我非常不甘心，我一定要跟他复合之后，我再狠狠的把他甩掉，或者就是纯粹不甘心，想要他回来，但是事实上也没有那么爱他了，这样子就很难显化他，因为你对他是有条件的爱，而不是无条件的爱，这样子劝你还是放弃吧，不要浪费时间了。如果你想显化前任的话，也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你真的爱他吗？你对他是无条件的爱吗？还是你只是很生气自己被甩了，很不甘心，或者是因为身边没有更好的男人出现，某黑马后这样的感觉？那如果你真的很爱他，你觉得你是无条件的爱，他就是对的人了，非他不可的话 OK， 那这边有一支影片如何挽回前男友，可以去参考看看哦。下一个原因是你在显化的时候没有放感觉，你知道吗？感觉真的非常重要哦。不管你是在冥想、视觉化，或者是你用写的，如果你没有放感觉的话，一切都是白搭因为感觉就是秘密。我觉得感觉真的是显化里面很大很大的重点，但是常常会被忽略，因为大家会觉得如果他做了这些仪式，例如视觉化啊，或者是用写的啊，就会有用，可是他就会很像一个机器人在那边写感恩日记啊、未来日记啊，但是完全没有感觉。那要如何放感觉呢？就是建议你在做视觉化或者是感恩日记或者是未来日记的时候，都可以放慢速度。你可能平常会写说感谢今天我过得非常好，你可以放慢速度，就会变成感谢我今天过得非常好。当你放慢速度的时候，你就会更有感觉了。不知道大家这样子懂不懂我意思？可以去试试看。再来下一个原因就是你平常都太负能量了，不够正面。你是那种很难相处的人吗？你是一天到晚都会抱怨事情的人吗？你是那种喜欢看八卦节目然后跟着骂的人吗？还是你是走悲观路线呢？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很难相处的话，那通常是需要检讨一下。负能量的人其实不太知道自己是负能量的，因为这算是一种潜意识的习惯，他可能觉得那是他个性的一部分。像有的人就会说我就是很悲观啊，我天生就是一个悲观的人啊。我天生脾气就不好啊，是遗传我爸妈。他会觉得这种个性是不能改的，事实上是绝对可以改的，只是看你要不要改而已。那我想我的观众应该都是蛮正能量的啦。今天讲的这些原因，你有没有不小心中了哪一个呢？没关系，现在就改进也是来得及的。这一支影片里面有很多观众的显化成功故事哦，可以去看看大家都怎么显化的吧。也欢迎大家分享你的显化成功故事，请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